5月11日，中国南方航空正式开通了深圳到墨西哥城的航线，这也使中国成功进入了世界最长航线 TOP10 的行列。有朋友问，这条航线能够排全球第几，能不能赚到钱，有什么特色呢？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全球的超长航线，并简单聊一聊他们的运营特色。现在全球10大最长航线依次是：第10名，印度航空的班加罗尔到旧金山航线，每周3班，航程13980公里，用时约16个小时10分，使用的机型是波音777-200LR， 往返的票价约15000元人民币。第9名，新加坡航空的新加坡到洛杉矶航线，日班，航程14093公里，用时约15个小时10分钟，使用的机型是空客 A350-900UAR， 往返票价约2万元。第8名就是新开通的南航深圳到墨西哥城的航线，每周2班，航程14122公里，用时约16小时，使用的机型是空客 A350-900， 往返票价约28000元。第7名，阿联酋航空的迪拜到奥克兰航线，日班，航程14193公里，用时约15小时45分钟，使用空客 A380， 往返票价约18000元。第6名，澳洲航空的奥克兰到纽约肯尼迪航线，每周4班，航程14207公里，用时约16小时15分，使用机型是787-9，往返票价约14000元。第5名，澳洲航空的墨尔本到达拉斯航线，每周3班，航程14468公里，用时约15小时45分钟，使用787-9，往返票价约2万元。第4名，还是澳洲航空珀斯到伦敦希斯罗航线，日班，航程14500公里，用时约17个小时35分钟，使用机型787-9，往返票价约2万元。第3名，卡塔尔航空的多哈到奥克兰航线，日班，航程14526公里，用时约15个小时55分钟，机型是空客 A350-1000， 往返票价约2万元。第2名，新加坡航空的新加坡到纽约纽瓦克航线，日班，航程15327公里，用时约18个小时25分钟，机型是空客 A350-900UAR， 往返票价约4万元。第1名，新加坡航空的新加坡到纽约肯尼迪航线，日班，航程15331公里，用时约18小时40分。这个咱们之前专门介绍过，还是使用空客 A350-900UAR 客机，往返票价约4万元。其实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并不喜欢开通距离超长的航线，主要是因为成本高，风险大。简单的说，飞机飞太远的话，就必须装很多的油，装很多的油就无法装太多的客人和行李，装油太多，飞机太沉，为了多出来的油料重量，又要加入更多的油料，于是人均消耗的燃油成本就特别的高。但是有一些产油国不怕，他们自家产油无所谓，所以卡塔尔航空喜欢飞超长航线，阿联酋航空也经常使用空客 A380 这种4个发动机的油老虎直飞超长航线。空客 A380 空间大舒服，客人们喜欢。卡塔尔和阿联酋以联通世界为己任，他们紧盯高端商务乘客，而且服务水平也高，票价能卖得比较贵，因此有胜算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偏居世界一隅，与欧洲老家的联系很紧密，与美国的联系也非常的多，所以拥有很多的跨欧亚大陆和跨太平洋的航线。现在它的日出计划依然无法实现从悉尼直达伦敦，只能经珀斯直飞。澳洲航空的高端客人也多，经营水平高，算是超长航线里头经营的比较成功的航空公司了。超长航线的票价很贵，上座率稍有差池就会赔大钱，如果再遇上机械故障，或者是起飞后客人遇到个疾病啥的需要放油，那更是欲哭无泪。前段时间咱们不是介绍过英航空客 A380 从新加坡到伦敦，因为故障返航，光放油就花了5个小时。不过新加坡航空是经营的能手，它长期经营2条全球超长的航线，据说还特别赚钱。
搭乘这两条航线与澳航一样，可以看到2次的日出，是飞友们都渴望体会的航线。新加坡航空的 SQ22、SQ21和 SQ24和 SQ23航线票价非常的昂贵，经济舱的往返就高达4万元。这主要是因为超长航线的另一个特点，它的座位特别宽敞，因为飞行时间太长，座位就不能太挤。新加坡航空以前使用空客 A340-500直飞 SK22和 SK21的时候，整架飞机只摆了100个商务座。现在使用350-900，并不比340-500要大，但是动力强劲，商载增加，已经配备了经济舱。它的布局是67个商务座加94个超经座，也就是说能坐400人的客机现在只摆了161个座位，每个人差不多就像一个小包间。机票的价格因此可以高达往返4万元。超长航线的运营成本极高，这不仅仅体现在人均的油耗、意外的费用和客座成本上，还体现在后勤支撑方面。超长航线通常要随机自备2到3个机组轮流上岗，仅仅工作人员就需要近40人。这些人落地后不可能原机返回，公司必须包租酒店或者是公寓让他们休息。如果不是每天都有航班的话，那就得休息好多天才能等到下一个航班回家，因此人工的成本也极高。中国最近开通的几条超长航线都被业界笑称为妻离子散航线，其中飞友计算说，墨西哥航线的周期是9天，飞行员和空姐每次出勤后要花费9天时间才能回到家。如果家里老人或者是孩子有个疾病急事啥的，都是鞭长莫及。未婚单身人士也有麻烦，如果买个西瓜没有吃完，再回到家里时可能已经在冰箱里长毛了。如果不是每天都有航班的话，超长航线遭遇取消时也是一个大麻烦。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，要乘客等3天后的航班，乘客往往无法接受。大型航空公司的网络相对丰富，合作伙伴多，经常可以提供备用绕行方案，但是也有的航司服务精神稍差，通常都是只能等了。因为这个原因，超长航线通常只在客流巨大的枢纽之间开通，尽量每周7班，以便人员及时的返回，减少轮空，节约成本。中国南方航空开通的 CZ831和832航班现在每周只有2班，估计今后也得加班到每周7班才行，不然没有办法赚钱。前一阵子似乎有很多的中国人现身墨西哥，但现在据说已经减少了，因此客流到底咋样也有点令人担心。还有就是南航的350-900客舱布局比较局促，例如网络资料显示，本次首飞的 B-324S 号采用的是28个商务舱加307个经济舱的布局，比新加坡航空的可要多太多了。1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估计多数人都会脱鞋子，那客舱里臭脚丫子味道可能会非常的严重，如果再来几个口臭、狐臭外放视频的话，恐怕真是要命。经济舱这么拥挤，而且机票价格这么贵，上座率不知道能不能保障。或许有人觉得不如先飞美国，再转机到墨西哥，又便宜，中途又能休息。中国与墨西哥之间此前是有直航航线的，但早已经停飞。现在据说是因为宽体机过剩，而且油价也处于低位，因此拿出一架飞墨西哥，算是多了一条国际航线。所以就算是赔钱，也不能说一丁点用途也没有。希望这条航线能坚持下去，慢慢培养市场，未来像新加坡那样赚大钱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